啊，Hello，大家好，想跟大家聊聊我最近的状况。我是一个专门在做产品开发的一个设计者，后来在踏进服饰产业里面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还蛮大的困境吧。就是设计应该是一个从领域上面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以通用各行各业的一个技术或是一个概念吧，但终究还是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解决的，比如说服饰的美感问题嘛，这一点就是我在进这行之前是没有去做一些研究功课的，然后在实际开发时呢，却严重的阻碍我的一个问题点。就你们所看到的，我穿着打扮上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啊，就是喜欢穿素 T 啊，还有一些比较素色的一些服饰。那我自己对于新的服饰的接受度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其实我是不太敢穿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服饰的。那这样子的话，我自己想要开发的一些服饰，基本上其实我就算做出来了，我可能也不敢穿。再来就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些服饰啊，可能在很多人眼里也并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品吧。因为我自己其实平常很少去关注服饰领域的东西，只是踏进这个产业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在关注。对，回到我们这一集的封面主题，如何提升自己的美感？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所以我现在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直接的方式吧，就是除了常常关注一些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那种流行资讯之外呢，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我自己比较一个极端的例子啊，现在正在施行当中的一个例子。因为我自己的生活环境，所认识的人基本上也都是跟我比较同领域圈子的人啊。那大家的穿着呢，也都是比较保守，所以基本上要提升整体的对于服饰啦，或是其他首饰等等的美感美学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即使我后来常常在逛那一些网站，那一些名牌网站，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商店这样子，还是有一些比较难以融入生活当中的一种感觉了。所以后来我下了一个决定，就是想要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去投入这领域的职场，所以我花了蛮久的时间投履历到各个服饰开发的公司，那都没有成功。后来我无意间发现一本发型设计的杂志，我才发现说，发型设计照理来说应该会跟服装设计师蛮相关的。如果你头发很奇怪的话，你的穿着多么好看，其实也都会破坏整体印象。那反过来说，你的发型设计得很好，但是你的穿着有点问题的话，也都是会出一些状况的。所以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运作系统。所以我后来又去投了很多的履历到各个发型设计的店面，其实也是很幸运啊，就这么刚好的被一家高级理发店给聘用了。虽然现在是实习的阶段，不过我也是还蛮想留下来的，因为它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比如说这家店的消费者们，通常他们的消费能力都算是非常的高，所以他们在打扮上面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这刚好是符合我所需要的。那这也间接的影响到了我的穿着的一些想法，以及我对于我想要做的服饰产业的 idea 上面又有一些小改变了。我自己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也开始对于美发产生了一些兴趣。后来才觉得说，注重穿着跟整个外表还有发型等等，其实并不是丢脸的事情，而是一个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生活的尊重吧。
我也变得比较喜欢整理自己的房间，还有整个工作室。这里就是我的工作室。那在这之前呢，这里全部堆满了杂物，我就找了2天吧，才把这个空间整理干净。那才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拍这部影片，希望之后会做得顺利。老板对我非常的好，有一天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的年纪这么大了，还会想要来这里当美发的助手？”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愣住了。如果他知道我是因为这些原因的话，才想要来当助手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会被 fire 的。后来也就随便掰了一些理由这样子。如果我也能成为一个发型设计师的话，应该也是不错的。那就期待后续的发展。